牛头马面也不太懂何为兴土木，当下答应一声，与灵珠子一同留在此地，让手下赶紧去城中禀告，就说水神前来视察。于是丰都城中很快就热闹起来，几位阎君外出相迎，与李长寿一同入了阎罗殿中，商议了上天怜悯启奏之事。再看灵珠子处，一群人高马大的巫族战巫围了上来，把灵珠子是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个个都在好奇地打量着。牛头先是嘿嘿一笑，随之就开始琢磨水神大人交代之事。马面瞪了眼牛头，将灵珠子先请到侧旁，而后又与牛头还有几名战巫细细地商议着。灵珠子此时也在好奇地打量着各处。这就是长庚师叔此前所说要给我介绍的好朋友吗？感觉比天降哥哥们确实强壮了不少呢。灵珠子散出仙识，就听到了一群不习惯也有可能是不会传声的巫族憨憨们正在那各种嘀咕呢。哎呀，水神大人好不容易安排点事儿给咱们，怎么着也得办利索了。男儿气概，这肯定跟腱子肉有关吧？肤浅，你怎么就这么肤浅？难道族里面一半的女子都有男儿气概吗？水神大人是人族，男儿气概应该是品质，有担当，有责任心。不是你的意思是非要跟我犟了？我坚持。马面甩了一下飘柔的秀发。牛头马面四目相对，空气之中出现了一丝丝电弧。旁边有一个巫族壮汉小声喊：两位大人，不如打一架，谁打赢了听谁的。啊！牛头马面同时扭头看去，各自露出了温和的微笑。那壮汉下意识的就要后退，却被一只马蹄一只牛蹄左右摁住了肩膀，拖去了石缝的角落之中。幽冥界的这个角落中，冤魂的哭嚎声与巫族汉子的惨叫声完美同调。见此状，灵珠子那不算明显的喉结晃了晃，乖巧地坐好，隐隐担心着自己接下来的命途。正此时，一缕传声钻入了牛头马面耳中，那正在舒展拳脚的两位勾魂元帅对视一眼，顿时松了一口气。啊，水神大人有安排就行，还以为这次真要他们动脑子想办法呢。3日之后，阎罗殿前，10位阎君总算是将各殿事务暂时处置完，也得了后土娘娘准许，与李长寿聚在一起，腾云驾雾，欢声笑语，缓缓飞出丰都城。此正是阴司殿中水神笑，10殿阎君拜凌霄。他们刚飞到了丰都城东，到了那一线天雄关之前，10位阎君额头齐齐挂满黑线，一线天的另一端正烟尘飞舞，喊声嘈杂。数十名客串地府阴差的巫族战巫此时分作了2团，正脱了上衣在那打群架，拳拳到肉，脚脚落石，打得大半巫族鼻青脸肿的。在群架外围还有数十名穿着清凉衣裙、面容较美的女冤魂，他们或是举着灵珠子哥哥最强、灵珠子哥哥最帅的木牌，或者是齐声呐喊，厉魂尖笑。一线天之外堆积了不少要来地府办事的人物炼气士，此刻都不敢向前请求过关。脾气比较暴躁的楚江王立刻骂道：你这是在干什么？这是打架还收着力道，成何体统？秦广王忙道：水神莫要误会，这是我们上古的传统，是巫族男儿有情的证明，这绝非是阴差打架闹事儿。又有一位阎君禁不住纳闷，好像里面混入了一个奇怪的生灵。10位阎君定睛一看，李长寿在那儿含笑点头，却见一群乱战的巫族之中，长袍不知是被扯碎还是自己脱掉的灵珠子，正攥着一双小铁拳，浑身包裹着仙光，跟2名巫族壮汉拳对拳，膝对膝。灵珠子清秀的脸上或是红肿或是淤青，门牙都缺了一小块，眼中也带着火气呢。本不善体术的他，此刻却已经能够应对普通巫族没有章法刻意放缓的老拳了。牛头马面
正坐在角落里面喝茶，守着灵珠子，别让自己手下真的把水神的失职打个半死。哎，严君莫急，严君莫急，是我托付了2位勾魂元帅此事啊。这圣灵啊，是我失职灵珠子，本身太秀气了一些，并为此苦恼。我特意带他前来瞻仰一下巫族男儿的风采，让他多看多学。众阎君听闻此言，顿时眼前一亮。原来如此，水神当真是找对了地方。我巫族男儿崇拜盘古神族，一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子。当年夸父大巫逐日，宁可历劫累死，也不愿停下步伐，这就是一份男儿的坚持。上古的时候，我们巫族也有个族有水神之称，就是那共工，那也是数十年就有新的伴侣，与水神大人您也是相差不多，都是真汉子。说话的那名阎君缩了缩脖子，其他9位阎罗双眼瞪圆，差点一起冲上来摁住这个家伙，这思想就很有问题。周遭空气中弥漫着少许尴尬，李长寿刚要换一个话题，此时灵珠子突然爆发，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这个灵珠子大吼一声，一个头锥将面前的壮汉撞得头冒金星，身形灵活躲过侧旁的壮汉扑爆，反手一拳砸在对方小腹上，把这个壮汉打得如同大虾一样拱起，放倒在脚下。灵珠子的额头绽放灵光，此刻的元神化作了玉石一般，浑身仙力加持于肉身。侧旁打到兴起的战巫们立刻被吸引了过来，挥拳抬腿呀。灵珠子眼前突然就浮现出在水神府的这一段岁月，与天将哥哥们近身肉搏的一幕幕。他的身体越发灵动，出手变得精准且凶猛。这一群客串阴差的普通战巫，肉搏竟然不是灵珠子的对手，被灵珠子一个个放倒，扔到脚下。片刻之后，灵珠子站在一座小山上，长发披散，浑身汗水，仰头大吼一声，2只手撕开单薄的内挂。还有谁？侧旁的牛头打了一个手势，几名实力较强的巫族壮汉脱掉战甲就扑了上去，逮住灵珠子就是一阵猛揍。这一幕太乙真人要是看到，估计死也瞑目了吧。李长寿问诸位阎君，巫族可有使兵刃的战法？秦广王笑道，水神放心，小神这就让牛头马面去族内拿这般战法，再找些像样的陪练，帮助这位道门弟子增加些男儿气概。有劳阎罗。水神见外了。当下10位阎君与李长寿一同驾云向前，一线天那边的乱战也总算是停了下来。秦广王下云叮嘱牛头马面，李长寿顺势将幽冥壮胆屋的建筑图交给了地府，这事儿自然不用他亲自动手。随后李长寿看着眼前这浑身淤青却对自己露出一些羞涩笑容的灵珠子，将一只装有纸道人的荷包递了过去。看你成效不错，就在巫族这儿待一段时日吧，记得不要乱走，可随时与我联络。这些练习只是一些提前的准备，稍后才是重头戏。是。灵珠子双手抱拳，又牵动肩上的伤，一阵龇牙咧嘴。李长寿笑着拿出几瓶灵丹，拍了拍灵珠子的肩头，驾云与几位阎君会合，一同去往幽冥界边缘。李长寿的心底也有些感慨啊，灵珠子杨戬当真不愧是大劫之子，这修为进境斗法本领简直可以说是一日千里啊。自然灵珠子还要转世，但考虑到哪吒天生神通法力，转世应当只是封锁灵珠子的记忆，保留了他的实力。封神时杨戬和灵珠子能有多强的战力？李长寿与阎君聊着天儿，心底细细思量着。不管如何，这2个小将自己还是要多费一些心思，不只是为了封神大劫中能够多一些话语权，也在于水神，这大劫具体怎么整？你这儿有个信儿没啊？楚江王一句问话打断了李长寿的思绪。李长寿含笑摇头，天机混淆，怕是谁都不知具体如何啊。而后的话题就在大劫展开，
十位阎君经历过上古大劫，此刻颇为担心地府会不会遭受上古时的压力。整个幽冥界都是怨魂，6道轮回一直在拥堵，半数魂魄来不及转世，直接消散，归于真灵状态。若真会这样，娘娘怕是又要伤心了。但愿不会如此吧。李长寿温声说着，将话题引到了此次地府改革上，让氛围更热烈了一些。此事全程都是李长寿安排好的，还准备了7、8个备用方案。接近东天门，10殿阎君依次排开，各自摆出上仙姿态，掩藏起在地府沾染的阴气，与李长寿一同驾云向前。到得天门，天门上的3把神剑发出耀目神光，守门的几名天将带着众天兵整齐行礼。李长寿甩了甩拂尘，前方金光闪耀，大批天兵分列两旁，从东天门一路排到云深处。排面到得凌霄殿前，李长寿道一声：“阎君请。”殿内众天庭仙神各自转身，将10位阎君迎入殿中。高台之上的白衣玉帝保持着淡淡的微笑。10殿阎君齐齐叩拜，玉帝温声道：“各位请起身，今后入殿只需作揖，不必大礼。”谢陛下。李长寿在旁奉上奏表，言说地府今后全权听命天庭，又送上后头娘娘亲手所写的劝帝信，请玉帝兼爱苍生，善用6道轮回。玉帝大喜，招来天地印玺，在奏表上扣下了天道印记。殿外飘来朵朵祥云，忽见雷光闪耀，雷声震耳欲聋。天庭第7重天中金光大作，凭空凝成一座金殿，其上出现牌匾，书5岳神殿，其内空着5座神位。待金光消散，这大殿也被天道之力包裹，又消失在了天庭之中，只在原地留下了一团迷雾。天道有感，神位已现，今后当有东岳之神主事冥司，专管天与地之沟通。10殿阎君、殿内仙神，甚至玉帝一同将目光都投向了侧旁的李长寿。不是，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吗？这不是原本封神大劫之后黄飞虎的神位吗？哎呀，我就是为了赚一点功德，我可不想一直在天庭打工啊。正此时，道道金光自凌霄宝殿殿顶涌现，汇入10位阎君体内，也有一道金光落去了5岳神殿的位置，神位还没有人，功德先放上。功德，李长寿留了少许心神在凌霄殿中，在旁边端着拂尘保持沉默，一副视功名利禄为浮云的高人模样。实际上本体在小雄峰地下密室的某个角落中正翘首以盼。哎呀，功德金身呐，红红的保命符啊，足足3成的安全感呐。自己只需要将功德金身套在本体之外，大劫之中又多了一层保障。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这是……咔嚓一下，一道细细的紫色闪电毫无征兆照亮了这阴暗的角落。无视小琼峰重重大阵，无视山体中数不清的布置，落在了李长寿面前。在这一道紫色闪电之中，李长寿感受到了一股从未直接感知到的道韵，竟是那般晦涩、祥和、圆满、苍明。这道韵又在他心底凝成了3个大字：先欠着。李长寿呆了。然后他又迅速地反应了过来，身形自躲藏之地跳出，立刻对着上方做了一个倒揖，把刚好路过的这个花瓶灵娥差点吓出声来。弟子遵命，您什么时候功德宽裕了，再给弟子也是一样的，弟子不急这一时。那一股道韵在灵台处悄然消散，李长寿松了一口气，不觉背后已是满满的冷汗。哎呀，空手套白羊这种事，果然还是师祖那一辈玩的最溜啊。师兄，你在跟谁说话？哦，一位心怀天地、品德高尚、道法原初的长者。灵娥头一歪，李长寿的心底默默地加了一句：
要不是你的金仙劫还在这位大佬手里面握着，回生又岂会如此轻易的低头呢？那不得把剑给架在脖子上，哭着喊着你列个字据再说吗？哎呀喂，这也行，这功德都能欠着了，那业障能不能延期啊？地主家还能没了余粮，只要把我这个长工给急死不成？小琼峰的密室中，灵儿趴在自己专属的小木桌上，看着正来回踱步的师兄，想问问师兄到底怎么了，又不敢开口打断师兄的思路。师兄下次会把本体藏在哪儿？灵儿的心底莫名地冒出了这般念头，随后就是颓然一叹。那么多辛苦熬制的汤汤水水，都浸润纸人了吗？话说纸人还闻一闻是不是有毒，又是几个意思嘛？师兄这性子当真是太麻烦了。终于李长寿停下踱步，转到了书桌之后，提笔画了一堆灵儿看不懂的符号，在那儿静静思索。师兄，是反西方联盟那边出问题了吗？灵儿壮着胆子问。李长寿张了张嘴，觉得这个事儿太荒唐了，当真是说不出口的。总不能说天道现在欠了自己一大笔功德，直接拖延了他的功德金身的降世，